我搬家次数接近10次，从城市到城市，从国家到国家，每次打包和清空公寓里的物品，都是一次次的在和过去的自己做拉扯。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哎呀，搬家这件事情啊，比做任何决定都要更狠心，也更直接。它直逼你去面对所有你拥有过的东西，有你喜欢的，也有讨厌的。我以前就认为啊，只要物品拥有的够多，是一种安全感，是一种稳定生活的象征。但这几年我就发现，拥有的越多，生活的包袱其实是越沉重。每次搬家的时候呢，我都会打开很少碰过的抽屉，翻出一些自己都不记得曾经买过的东西。那一瞬间就不是觉得开心，更多是表现的无奈，叹了一口气，就开始去质疑为什么我要去将这些从来不用的东西搬来搬去呢？今天我可以将它们搬到新家，那下一次搬家呢，是不是还得重复相同的流程？特别是当每次搬家站在某个区域前犹豫不决和烦恼这件东西该不该带走，在做心理斗争的时候，眼瞧着半个小时、1个小时已经过去了，面对这些不想带又丢不掉的物品，才会恍然大悟，哦，原来还是自己东西太多了。这期视频呢，想来分享为什么搬家搬得越多次，我越不想拥有任何东西。我搬过很多次家，每一次收拾打包的过程其实都挺崩溃的。就原本以为自己没什么东西，家里东西看着也挺少的，结果打开抽屉柜子一看，很多都不是最近用到的，更多是那种早就忘记什么时候买，甚至连包装都还没有拆过。等到收拾起来，东西越收越多，用到的箱子也越来越多。在最早期搬家的时候呢，每个箱子都是被我塞得爆满，打包速度也是特别慢，因为我总是想着这东西先带着吧，说不定以后还会用到。然而我逐渐意识到，每坚持带的一件物品，就意味着得为它付出空间、体力和情绪，甚至是你打包的物品越多，搬家费用是越贵哟。你将它们搬来搬去，最后一次都没有用过，纯属就是在浪费自己的力气。我就会不禁在思考，如果在处理物品上都让我花费那么多的心思和时间，那就意味着它已经成为了我生活里的某种负担。比如我将它们搬到新家后，再次打开看，还是会不断的去想我到底要不要留下来，该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问题。你也许现在会逃避他们，不想去面对，将他们放置在一旁，这就是物品给你生活带来的隐形压力。你选择看不到，但并不代表他们不存在。所以搬家对我来说已经不只是在搬东西了，更像是重新面对过去的选择。那真正让我觉得累，除了是体力活，比如搬家具啊、扛箱子啊、拆卸床和沙发以外，还有是面对那些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东西，比如朋友送的并未拆封过的礼物，用过但不喜欢的包，舍不得扔掉却不怎么穿的卫衣。正因为不舍得扔，却也不想带着他们走，好像一丢掉就像是丢掉某段回忆或者是某段经历。我记得有一次搬家，翻到一张手写的卡片，是来自以前的朋友送的，重新再看到的时候，当下的那种情绪其实很复杂。我其实和这位朋友已经不再联系了，但这张卡片又承载了一段曾经的关系。我会经常习惯性的把一些不常用、不想去回想起来的东西，把它们都藏在家里的某个角落里，将那段回忆封存起来。还有一次我把一个很贵但完全没有背过又不符合我风格的包包搬了3次的家，所以每次我打开它的时候都会犹豫，哎呀，它真的很好看，但我从来都不背它，留着它纯属是因为价格不便宜。它就像是一个提醒我曾经的冲动消费，也提醒我有些东西你留着并不是因为真的有用，而是留给未来的自己继续去烦恼它的去留。搬家其实会把你所有对于物品拖延、不想面对的情绪一股脑的涌出来。平时你还可以假装它们的不存在，但一旦要收拾做决定的时候，你多不想去面对的事情迟早都要去面对。回想起第一次搬家时，总是想把所有的东西都带上，不管有没有用都往箱子里面塞，从来不会考虑之后的问题，也不会去想到这些东西真的值得我费那么大的劲儿，凌晨了都还在收拾，然后第二天还得搬来搬去。我后来慢慢就发现一件东西要是值得你带走，你根本就不会去犹豫，相反你会很自然的把它们收进箱子里。反而是那些你反复拿起又反复放回去，心里还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带走的东西，其实就可以说明它们早就没有那么重
重要了，你只是不想面对即将要放弃这件物品的决定。而每次你这样犹豫一次，在搬家的时候就会多耗费一点时间，多占据你家里的空间。你原本可以更快完成打包装箱，原本你的新家可以有更多空余的地方去收纳新的物品，但就是被这2-3件你说不上来为什么还要留着的东西拖慢了进度，到最后你觉得万一会用到的物品基本上就不会再被碰了。很多人会觉得我搬家频繁是因为生活还没有稳定下来，这一点呢我并没有要否认，但也从来不觉得这是一件负面的事情，反而是因为每次的搬家和旅居的过程中呢，我才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和物品的关系。或许会有人觉得，你这样子是因为你在旅行啊，我们平常又不用搬家，用不着这么做吧。但其实我想表达的重点根本不是在于搬家本身，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能力在生活里随时做减法。就算你10年不搬一次家，物品一样会慢慢的堆积起来，空间也会越来越满。你只是因为没有机会被迫去处理，但这种一成不变的状态未必代表是真的稳定生活，而是因为你懒得改变。我现在的生活呢，确实是比较流动性的，但这种流动呢，也让我更清楚一件事情：真正的稳定不是你在这个房子住的久不久，而是你有没有能力随时整理，具备重新出发的勇气。我追求的是那种只要带得动就跟我一起走的物品，而不是把自己困在一个越来越沉重的空间里。那搬了那么多次家之后呢，我已经很清楚，越是拥有的越多，生活越难变得轻松。一开始我会想，这个也许会用得上，那个丢了有点可惜，什么都想带着，结果就是打包打到凌晨，累到整个人都虚脱了。最后搬到新地方之后，发现有些东西根本没必要跟着我搬那么远，因为他们甚至连被拆封的机会都没有。次次的搬家都让我在面对和那些犹豫不决、舍不得、放不下的情绪纠缠不清。我也不是一个喜欢什么都不要、什么都没有的人，但我也越来越相信，生活真的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去填满。你每天要用到的、穿到的、喜欢的，来来去去的都是那么几个。正因为搬了太多次的家了，我已经不想再为一些不重要的东西多花费我一点点的力气。好了，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内容。如果对你有启发的话，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拜拜。